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2025央视端午晚会路透，白鹿送艺美翻，这场文化盛宴藏着多少惊喜？2025央视端午晚会路透，白鹿送艺美翻沈阳，这场文化盛宴藏着多少惊喜？沈阳5月的风裹着粽香鱼骨韵，将央视端午晚会的神秘面纱轻轻掀起。当白鹿的粉色纱裙掠过浑河河畔，宋轶的鸢尾旗袍拂过故宫红墙，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正在这个东北亚中心城市悄然上演。东方美学的极致演绎。在沈阳奥体中心的水岸互动舞台上，白鹿的登场堪称东方美学的现代诠释。她身着的粉色渐变长裙采用非遗苏绣工艺，裙摆处绣着楚辞中的任秋兰以为佩，每片花瓣都经过37道工序手工缝制。在 XR 技术打造的虚拟水波中，仿佛真有幽兰从裙摆间破土而出。这种将离骚意象融入服装设计的巧思，与她即将播出的新剧《临江仙》形成巧妙互文。剧中她饰演的宋代女词人，正是以香草美人自喻。有消息称，她与曾舜晞可能在晚会上重现剧中泛舟填词的经典场景，让观众在虚实交织中感受宋词的韵律之美。宋轶的鸢尾旗袍则展现了另一种时空对话。这件改良版旗袍采用苏州缂丝工艺，鸢尾花纹通过光影技术实现动态变换，从不同角度看能呈现花开半绽盛放的全过程。设计师透露，灵感源自沈阳故宫馆藏的清代缂丝服饰，却在剪裁上融入了现代立体剪裁技术，将东方女性的曲线美与传统文化的含蓄之美完美结合。更绝的是后腰处暗藏玄机，5层渐变薄纱拼接成鸢尾花瓣，转身瞬间直接炸出孔雀开屏特效。这种新中式设计理念，恰好呼应了晚会传统活化的主题。白蛇传说的跨时空对话。当叶童身着素色长衫出现在彩排现场，瞬间掀起了全网的怀旧热潮。这位92版新白娘子传奇的许仙扮演者，此次或将带来融合粤剧与现代音乐剧的全新表演。据知情人透露，节目组特别设计了双时空许仙的创意，陈丽君以粤剧小生的扮相演绎断桥借伞，叶童则以现代装扮重现祭塔经典桥段，两代许仙在 XR 技术打造的雷峰塔虚影中完成跨时空对话。陈丽君作为粤剧新生代代表，曾在春晚上以许仙扮相惊艳四座。她的表演既保留了粤剧灵子功扇子功的传统技法，又融入了现代舞台的肢体语言，被观众称为从画里走出来的书生。而叶童的演绎则更注重情感张力。她在采访中提到，这次将尝试用话剧独白的方式重新诠释许仙的内心世界。当年我们用黄梅调唱出了许仙的儒雅，今天或许可以用更贴近当代观众的方式，展现他在法海逼迫下的挣扎与觉醒。文明互鉴的时代交响。在沈阳铁西1905文创园的工业风舞台上，柬埔寨吴哥窟的舞者与中国古典舞演员正在排练《丝路花语》的改编版。这只是晚会交融端午新章的一个缩影。节目组特别邀请了东南亚4国艺术家，将各自国家的传统乐器与中国古筝、琵琶进行跨界融合。例如马来西亚的马来筝与潮州筝合奏彩云追月，越南的独弦琴与二胡共奏高山流水。这种和而不同的艺术表达，正是对文明互鉴理念的生动诠释。更值得关注的是诗歌群颂环节。节目组联动沈阳地铁工人、社区志愿者、非遗传承人等13个群体，在故宫、浑河、中街等12个地标同步诵读屈原《天问》。当浑厚的男声在沈阳站候车大厅响起，清脆的童声在棋盘山巅回荡，
千年楚辞在现代都市的各个角落同时迸发。这种沉浸式文化共振，让传统文化从舞台走进生活，真正实现了共情式传承。4、科技赋能的文化叙事。晚会的舞台设计堪称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。主舞台以浑河为天然背景，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在水面上构建出端午长卷，从屈原沱江到龙舟竞渡，再到现代沈阳的端午盛景，历史与现实在波光粼粼中交织。当上文节的电子音乐响起，虚拟的清明上河图人物开始在水面上翩翩起舞。这种数字敦煌式的呈现，让传统文化 IP 在 Z 世代观众中实现破圈。在后台的技术监控室，工作人员正在调试爱文物修复互动装置。观众通过手机扫描现场的青铜器复制品，就能看到 AI 还原的文物原貌，同时听到专家解读文物背后的端午文化。这种可触摸的历史，让高冷的文物变成了生动的文化讲述者，正如沈阳故宫里的数字 AR 导览，让游客可以穿越到清代，体验宫廷端午的习俗。从浑河夜航的龙舟灯光秀，到中街非遗工坊的香囊制作体验，这场晚会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，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移。当白鹿的纱裙与宋轶的旗袍在沈阳的古建筑群中相映成趣，当叶童与陈丽君的许仙跨越30年时空对话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明星的闪耀，更是中华文明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出的勃勃生机。5月31日，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在东北黑土地上绽放的文化之约，见证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的精彩碰撞。